天蝎座12月可以告假啊！你们的守护星火星12月7日开始在事业宫逆行了，加上之前11月末水星也已经在逆行，所以呢，天蝎12月在工作、健康以及长辈、领导、客户关系等等方面，多少都压力相对比较大。我之前讲过，天蝎这个冬天如果熬住的话啊，用你的努力和实力去匹配你事业世俗的一些野心，那么好的天蝎后面2-3年会很好。那12月呢，显然就是天蝎适合守住的月份，也就是说，假如你12月没什么新的一些事情发生，一切都是如常照旧的话，那就是你12月的好运，就值得鼓掌了。工作读书当中呢，天蝎12月不易冒进或者是一曝十寒，你需要去维持住在领导啊、老师啊、家长啊、客户等等重要人士心中的能力、形象和分量。也就是说，原来你做的挺好的一些事情，要注意12月不可松懈，依然是要保持优异。受水逆和火逆的影响呢，天蝎12月工作读书的状态容易一阵一阵的，一会儿自信心很高，一会儿自信心又比较低，有点起伏不定。那这种情况下，天蝎你就要用你们擅长的一个毅力去支撑，做到每日事每日毕。刚说了，有的天蝎在火逆和水逆的影响下，可能会感觉到自己不那么在领导长辈那边吃得开，对方可能没有那么信赖喜欢自己的，会产生这样的一种怀疑啊，甚至和对方会有一些冲突和矛盾。那这个时候能够救你们的，还是你执着认真的一个工作态度，就只要你把你该做的一些活做好了，问题就不会很大。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很累的天蝎，或者说你真的觉得应付不了这些关系的天蝎，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你请假回家休息几天，休年假。这也是一种你们可以在水逆期间去转换自己在工作当中在领导面前的一种状态的好方法，不妨试试看。就算你没有办法休整假了，天蝎也可以让自己浮生偷得半日闲，就劳逸结合。12月你们有这个运。当然水逆期间所有人都需要去注意的沟通口舌啦、写作啊、流程啊、物流运输啊、交通外出啊、物品的损坏、遗失、走失啊、迷路啊、破财啊、受伤啊、健康等等方面，天蝎自然也是要留心的，这都是水逆会影响到的领域。爱情和人际方面呢，家人尤其是原生家庭的家人，还有闺蜜等等自己人是天蝎的贵人。感情来说呢，天蝎12月很容易吃醋啊，不安感会很重，可能会不断的去寻求证据去证明对方爱自己或者是不爱自己啊，也要注意一下和双方的父母长辈之间的一个互动。有的天蝎容易感觉到好像平衡不了这几者之间的关系，那这个时候比较好的方法就是拉开距离，疏远一点相处，关系比较能够和缓。单身的天蝎呢，容易此时跟人去试探啊，有很多的探索和观察，但未必会突破那层纸，甚至都未必会跟别人暧个昧啊。有的天蝎也容易本月心思都在工作上啊，根本没有机会去跟别人聊，也可能因为你遇到的对象他已经有伴侣了，或者说他就不是你的菜，桃花更多呢是在原本就认识或者起码你知道的人的这个范围里面去打转的啊。经济收入方面呢，也是12月天蝎关心所在，你们容易思考梳理跟财务啊、理财有关的事情，也可能会投入项目当中啊，或者是学相关的一些知识，跟人聊到收入啊、经济这方面，这种思维方面的一种觉醒呢，也会让天蝎感觉自己需要加倍努力的去赚财，为自己为所爱的人去搏一个更好的未来，这会让你们更加有动力啊，还是不错的。水逆影响到物质的损失，或者是你感觉有些东西买亏了，这种情况也是会有的啊。那美容调整的12月整体是不适合的，1月份才是天蝎适合去调整的时间。那祝所有的天蝎座12月平稳向前，稳定发展。摩羯应该近期感觉到水逆的影响蛮大的吧，但是12月你们还是有好消息的啊，就是12月摩羯座呢会有一笔存款，或者你会发现一笔款，也可能是有一笔你觉得花得很值得的一些财出去啊，可是你觉得是值得的。如果是存款的话，那也许是摩羯通过努力攒出来的，也可能是你在这个月会拿到的。这笔款呢会让摩羯比较安心啊，就帮你度过水逆。哪怕你现在有一些工作生活的危机，你觉得熬不下去的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有那么一笔款可以帮自己度过这个阶段啊，所以还是不错的。不少的摩羯呢12月是可以靠存款去救的啊，要感谢自己平时有存储的好的惯性行为，也可能是以前别人给你一笔款，但是你那时候没有用，现在就派上用场了。或者有的摩羯会在这个时候买自己心心念念已久的一个物件，并且呢摩羯不会是冲动去买的，很可能是评估考量了很久了，这时入的手，摩羯就觉得这笔投入是很对的，自己也很满意。而且你们买的时候可能会有规划，比如说你带一点去买啊，就是总之感觉是一个对的选择。那12月呢，摩羯需要注意的是，因为水逆和火逆的影响带来的这种小人运、是非运和意外运，因为这2颗星呢，它现在就逆在你们星盘的小人宫位以及一些意外事件的宫位。此外呢，这次水逆也容易引起摩羯就睡眠不太好，免疫力比较低，肠道啊等等健康受伤方面的问题也要注意。还有呢，需要留意一下这个沟通口舌啦、写作啊、物流运输啊、交通外出啊、物品的损坏、遗失、走丢、迷路、被骗啊、破财啊等等方面，这个是所有人会受到的水逆的影响。也就是说，本月呢，摩羯既有前面说的财的好消息，也要留意因为水逆导致的财莫名其妙流出去，尤其要防止跟他人产生的一些借和债的关系，或者受他人影响产生这种背锅啊，或者是还债有一些财方面的损失的事情。以及呢，你们跟这种一类的机构啊，也容易靠得比较近，如果去到类似的场所，一定要保护好自己。这
这个时候比较容易被传染或者是被负能量的一个影响啊。12月摩羯跟这种神秘学、玄学、心理学、身心灵、宗教、慈善、公益等等也是比较有缘分去接触靠近的。工作读书方面呢，12月摩羯不适宜开启新的计划，因为你会感觉如果这个时候去推新的东西，推起来进度会很慢，经常是需要等待，可能是实际条件尚未成熟，也可能是环境周遭这个时候并不是很给力支持的氛围。那摩羯此时更适合原地踏步，没想到原地踏步有一天也会成为一个好词吧。对于12月的摩羯来说呢，能够原地踏步其实就是一种幸运，人生不是所有时候都应该往前冲的，你们这个时候适合去深化你目前手头已经在做的工作，能够尽快收尾的尽快扫个尾，能够夯实更深的就可以深挖一下，等到下旬水逆结束，太阳22日进入到你们的星座摩羯座以后，再着手去启动一些新的行动或者是新的方案会更好。那爱情和人际方面的摩羯12月容易找不到人啊，或者是找错人，也可能是别人找不到你啊。桃花是有这种隐藏性或者隐情，或者是某种危机性在啊，或者是就是寡淡，就是没有。那如果原本没对象的摩羯，本月行运看呢也不是太建议你着急脱单。还有一种情形就是摩羯切不可啊，你没有跟对方确立关系，就和对方发生一些过度的肢体接触或者是财务往来，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自我的一个能量的保护。那有伴侣的摩羯呢，本月也是感情相对来说略差，有一些不省心的，有的会有这种秘密的曝光啊，过去的事情又找回来这种，还有一些三方的一些能量啊。那应对上面来讲呢，比较好的方法是保持这种情绪的稳定、包容，同时呢要坚持自己的原则，就是避免打击报复、不理智的这种行为。美容调整方面，12月是非常不适合的啊，可以多让自己保持素颜，或者是多吃一些新鲜的蔬果，以及使用植物、花卉等等这种偏自然类的这种产品，皮肤和身材呢就会变得更好，不需要通过这种高科技的一些手段去调整啊。那祝所有的摩羯座12月守住财务，固守成规，不求创新，稳定己安，好运了。我是艾拉发老师，用心理心学引导更棒的生活，拜拜。